嘿嘿，100块，去不去？什么100块啊？哎，有病啊你！哎，什么？哎，臭流氓你！神经病吧？肥头大耳的，你是猪啊？曲妖精啊，是不是想帮帮你这位邻居啊？或者说，你早已经有了主意了？还是包大哥聪明，腿长的人就是聪明。哎呦，怎么样，包大哥？我想在这儿出头，也还得找你帮忙呀，帮帮我。这个不帮拉倒，我会睡觉。别，你对朋友那么讲义气，我得帮他。哎，这事我得先说清楚啊。我跟樊大姐可不是朋友，我帮她呢是实在看不下去他俩这窝囊气儿。他这人就是这样的，明明心里是好意，说话特别难听。了解了。我没有胡说，他就是这种性格。我要是不帮他拴住王百川，他都30了，他想怎么折腾呀？怎么样，包大哥，借我一些人，我连夜赶过去把樊家给断了。我就不信了，我治不了那些无赖。妈，你怎么这么目光短浅呢？如果不把我爸弄到王家去，咱们怎么知道小美在哪儿呢？可是，你也不能把你爸爸这么来回的折腾啊！大不了我答应你，明天手脚轻一点，绝对不会颠着我爸爸，好不好？谁呀？干嘛呀？什么情况？聊聊。外边冷，你就在车里待着吧。是。小曲不会有事吧？有你的这位邻居在，吃亏的肯定是对方。没事，我不冷。我心疼。鬼才认识你妹妹。告诉你啊，我现在才是王百川女朋友。像你们这种讹诈的人啊，我见多了。想欺负我男朋友，也不先打听打听我是谁。可你不是住在小美隔壁的那个吗？对的呀，我认得你的。对呀，我就是住在隔壁的那个啊。我抢你们家樊胜美男朋友，不行啊？行，行什么行？
就你这破烂货色也配跟我说话？我告诉你啊，我最看不惯你们这一家子蚂蟥吸血鬼，都几十岁的人了，有手有脚的，好好的脸皮不要，非要吊死在一个女人身上，喝她的吃她的，还好意思樊胜美？我要是樊胜美呀，豁出去我也跟你拼了，反正大家都不要活了好了，谁怕你呀？最不济呀，净身出户，和你们这一家子老死不相往来，饿死你们，这世界上还少几个祸害。你怎么这么凶神恶煞的了？这是我们家的事情，好吧？老太太，我是一心为你好，才把你们家老头子送回来的，要不然，早就报案了。你报什么案呀？哎呀，你们呀，没文化呀。好吧，免费给你们普个法。你们以为你们把你们瘫痪的父亲随便扔哪儿就可以呀？不行，这叫遗弃罪，知道吗？知道什么叫遗弃罪吗？知道什么意思吗？知道为什么叫遗弃罪吗？这可是要坐牢的。瞎说，怎么就随便一？说你们没文化吧？刑法第261条，确定遗弃罪且情节恶劣的，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。哦，对了，你把你爸就这么随便扔出去，有损人身心健康啊！这里边还有虐待罪的问题哦。不是，怎么又扯上虐待罪了？你们把你们瘫痪的父亲一遍一遍地扔出去，这还不叫故意损害人身心健康啊？这零零散散的加起来，看个10年差不多吧。还有你们这一个个的，都叫协从犯案，知道吗？这都是要判刑的。要判10年呀！儿子，你可不能再进去了呀！妈，你先别哭呀。反正这黑的白的随便你们自己选吧。今天我走出这个门儿，我就去报警去。剩下的事情啊，就让警察来判断吧。别，我认错还不行吗？你认错就行了。你害得我男朋友一家子名誉扫地，你害得我处处给你丢人啊！你以为你认个错脸硬吗？这事情就算解决了吗？这天底下哪那么容易的事儿啊！我要是就这么轻易放过你，以后还怎么混呢？大姐，你叫什么？啊，美女，我写保证书，我写认错书行不行啊？好，你写，快点呀！写的不错，但是呢，我要给你盖个戳。搞定了，啊？你看他那个样子，搞定了！哇，你真的好厉害啊！怎么样？我们先撤了。你快说怎么样？走。Andy，你真的别提我多牛了，这么长的法律条文我居然背下来了，我是不是很聪明啊？你就是很聪明啊！哎，那这样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应该给王宝强打个电话，跟他说他不用搬家了？我跟他说过了，樊大姐她哥那个孬种，我估计以后再也不敢过来找事儿了。谢谢你啊，包总，出人出车替我出气，我请你吃烧烤啊。吃烧烤可以，但这事儿别说跟我有关系。都是做了好事不愿意留名的主，我也得跟王大哥说一声，让他千万别跟樊胜美说是我干的，否则他吧唧一下撵我身上，这事儿真的是没完没了了。你也不许说哟。张张，万一是我干的？小凡，这钱欠什么钱？快走！
看这是，什么人？就是。你说说，你怎么就这么窝囊呢？你自己去把脸洗了。小美，睡着了吗？你家的事情已经解决了，你哥吃了教训，应该不会再闹了。我爸妈也不用出逃了，大家都松一口气。现在啊，一家人激动的睡不着，索性把行李都整回柜子里去了。喂，百川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呢？啊，我家现在怎么样了？啊？不是我，是朋友帮忙。哦，我一个人对付不了那么多人。反正字据都已经签了，就这样，你就别打听细节了啊。谢谢百川，谢谢你，你真好，有你真好。你做的对，对付我哥这样的人就得这样。又给他打电话呢，是不是？你还嫌家里不乱呀？我跟你说，回去之后赶紧跟他分手。你要不分手，一家人都让你折腾死。妈，你别这样。百川，那就先不说了。对不起啊，连累了你爸妈，帮我跟他们道个歉好吗？行了，有什么话回上海再说吧。拜拜，谢谢，谢谢。姐妹们，没事了啊！王百川已经把事情解决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看到群里樊姐发的吗？看见了，我正准备发微信给樊姐夸夸王总。真是，哎，王总真厉害，刚才咱们都错怪他了，这一个晚上把问题全都给解决掉了。文官，我觉得樊姐有这么给力男朋友，我还真是有点羡慕。哎，我是不可能有了，倒是你，手里那个赶紧抓紧了，别让他跑了，别到时候像我似的，周末先找个人约会都没有，孤零零的。我这几天加班加的头都疼了，彻底解放的话得等下个月了。下个月我们小哥哥就可以谈恋爱了。你笑什么？你再笑，我什么都不跟你说了。行，不笑了。切，不过我认真跟你说啊，你心里惦记那个暗恋对象，别再惦记了。他再好也是别人的，不是你的。真正对你好、关心你的，是那种肯花时间心思陪你的人，这才是你真正要找的，知道吗？来，为你庆功！你今天真是帮樊小妹解决了一件大事。曲妖精，真没想到你能刚柔并济，用法律的手段惩治恶人，这点我真不如你。来，我跟安迪一起敬你一杯。敬你，来，来啊！快点！你们俩一块儿夸我，这不正常呀？你俩不会是合起伙来玩我呢？哎，谁那么想不开啊？玩你？你问安迪，你在上面做女侠的时候，我们俩在下边，那可是叹为观止啊！今天就算是我带人上去，效果肯定也不如你，要么伤筋动骨，要么达不到目的。学习了。你俩真的不觉得我这样像泼妇，是胡闹吗？怎么会？好吧。那如果今天坐在车里的是赵医生，
他会怎么想？包大哥，如果今天上去的是 Andy， 你还能笑得出来吗？安迪不擅长这种动手动脚的，但是他一定有别的招。杀心他不比你差。你小看我，我们之前还一起跟樊小妹对付过流氓呢。对啊，这下你怎么说？只要是安迪做的，我都觉得可爱。说你的事儿，你说我们干嘛？今天如果你男朋友在那儿，你做的那么优秀，你告诉我，他是不是得喜欢？死了。真的不是胡闹吗？能把正经的事儿做得这么不正经，关键是他效果好啊，他怎么能叫胡闹呢？如果你男朋友不喜欢的话，我给你做主，我给你换一个更好的。喂，不用换了，已经都是过去的男朋友了。今天这件事情他肯定不会拦我，但是他事后肯定会教育我，会说我不雅、胡闹，是吧，安迪？他会。那这前男友他该换。我想他了，但是我不会跑去找他，我会像戒烟一样把他戒掉，然后在很多年以后，他会想起来，他在年轻的时候遇上那么一个狐狸精，他跟这个狐狸精在一起，特别的快乐。但是狐狸精会吸他的元气，他变得一天没有一天精神。后来狐狸精只能忍痛离开了他，他又变得越来越有精神了。后来他考上了状元，子孙满堂。等他老的时候，他又想起了那个狐狸精。这个狐狸精怎么这么可怜呢？别难过了啊！你想他就去找他。不是，这事怪我啊！我觉着你也甭劝了，这戒烟啊，他难免难受，流点鼻涕，流点眼泪，那很正常。关键是他心里得明白，忍得下，这事儿早晚他过得去。要去，我要安迪抱着。哎呦，这是撒娇吗？那可是我女朋友，我从来没见过做电灯泡能做的这么横行霸道的。我跟安迪在一起时间更长，你才是电灯泡。为了弥补我的过失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给你介绍一个大客户，你不是一直想认识老玉吗？玉总。真的吗？他明天来吗？是的。我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吗？吃完这顿饭把安迪让给我行吗？没问题，我保证做一枚史上最时尚、最没有存在感的电灯泡。谢谢，来，干杯！病人怎么样？都挺好的，3场有点反复，得注意。其他都挺好。你睡吧，有什么事我叫你。行，那我先休息吧。分分秒秒，点点滴滴，在你身边跑来跑去。我管可爱，你管帅，多么傲娇，多么 crazy， 想想闹闹放纵不羁。我就是我，真是自己。我管漂亮，你管帅，多么傲娇，多么 crazy。小可爱，小乖乖，忍不住想到发呆。多
些，又少一些，太有趣的存在。我爱上了你，就像痴迷的抱着糖果罐，我偏不放开，就是要爱情甜蜜的痛快。分分秒秒点点滴滴，在你身边跑来跑去，我管可爱你管帅，多么傲娇多么 crazy， 想想那么。12月25日，给自己买的称心的礼物，换个角度也是驴。安哥拉树皮，医术高不高明？追悼会上见分晓。绅士格言，真的绅士，敢于正视女人的质疑，敢于面对女人的挑战，不可对女人说不，不可对女人发怒，不可小肚鸡肠，欠缺风度，否则就是下流，就是无耻。你喜欢我还假装不喜欢？怎么？你说绝交就绝交？两个人的事情凭什么一个人说了算？我告诉你啊，姑奶奶我没有表态，你说什么都不算。我遇见了你，就像惊喜的等待着发牌，我偏要让爱每一刻都值得期待。傲娇多么 crazy， 想象那么放纵不羁，我就是我，真是自己。我管漂亮，你管帅，多么傲娇，多么 crazy。我在办公室加班，通宵算了，回家没法干活，还醒着吗？不好意思，刚上班了，才看到你的信息。真通宵了吗？还是要注意身体啊。喂。喂。每天上班都这么早啊？哦，每天都是这个点儿，因为白领上班前肯定得喝咖啡的嘛。我现在没什么事儿，过去找你吃个饭吗？我今天有汇报总结，可能比较忙，没有什么时间。再忙也得吃饭。你放心，我不耽误你多久。在你们咖啡店旁边随便找个快餐店就行。算了吧，你先好好休息吧。我现在回不去家，他家亲戚来了。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一会儿就到。
我们家。哎，一会儿啊，你要见着我妈可能会过于的热情，甭管她哪个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尽量自然一点啊。妈，妈，回来了！哎呀，哎，来了来了！哎，来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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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不好意思啊，登门拜访。哎呦，这从上海坐车过来，一路辛苦了啊！还好，还挺顺利的。哦，好好。爸，哎，我妈妈在里边。这里啊，妈。哎。不好意思，刚接了个电话。阿姨，宝宝，我去厨房看看。爸，安迪第一次到咱们家来，我带他去转转。啊，好啊，看一看看看。哎，吃点菜。谢谢。来，再吃块鱼。吃点。家常便饭，粗陋不堪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对不起。干嘛这么说？不是，你看我妈，明明是她盛情邀请，我才带你回家吃的饭。你看她那是什么态度？我还以为我自己多想，原来你妈是真的不太友好。不过没关系啊，我本来也是为了你，不是为了她。问心无愧就好了。我知道的。你爸爸，他找我干嘛？您好，包总。还叫我包总啊？伯父。哎，我今天打这个电话来，主要是跟你叮嘱一句啊。你爸那个事儿呢，别跟我见外。如果遇到什么难题的话，你可以直接找我商量。他那个事儿呢，主要是受人牵连，问题不大，但处理不当的话，影响不小。你呢？你刚从国外回来，很多人情世故你不懂。包一凡也是一样，很多事情都是我在指点他的。谢谢您，不过我跟那边没有什么联系。你没有听说他出事了吗？是因为他太太的案子。我没有。不过随便他吧，我本来也不想跟他有什么牵扯。哦，那我太太还一直在关注这件事儿。那我打这个电话来，我主要是提醒你一句啊，你如果想找人帮忙什么的，那一定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人，自己别瞎闯，还有别跟我见外。我虽然没时间关注你爸，但是这办事的套路啊，我还是懂的。谢谢您，不过能不能请你的太太停止对那边的关注？她答应过我的。不是你认可他关注的吗？我强烈要求她停止对那边的关注，谢谢。好，啊，这事儿我跟我太太谈一谈，好吧？谢谢您，再见。你也听见了，
你妈妈答应过我不干涉这件事情的。是啊，可结果还是一样啊。不是，你说他到底想干点什么？我不管他想干什么，但是牵扯到魏国强就是不行。我不想再跟这个人有任何的牵扯。我明白，这已经让我无地自容了。这件事情必须彻底解决。您看，消消气儿，一会儿该干什么干什么，该见什么人见什么人，把这事儿丢给我。今天晚上你也别等我回话了，估计这事儿得闹到挺晚的。这样，你让曲妖精陪你好好吃顿饭，挑最贵的店，账单记我账上。在干嘛？天气很好，要不要一起去迪士尼？我先走了。林晴，Hello， 关关，什么事？你怎么了？我怎么感觉你有点生气呀？包子的妈妈做了一件我很反对的事情，我是很不高兴。我妈也经常做过反对，但是她认为是对我好的事情，我现在都习惯了。只要看看凡姐爸爸对她的态度，我妈现在做什么我全都能原谅，至少她的出发点是为我好呀。妈妈们都这样吗？我觉得都一样，只是程度不一样而已。安妮姐，你可能得稍微适应一下了。我跟你说，在我家，我妈她什么都想管。我和我爸有的时候联合起来想违背她一下，有的时候我俩能得逞，有的时候我妈能得逞。这得逞不了的时候，顶多生2天气呗。这一家人不就是这样吗？那照这么说，不让她妈妈管我的事情，还是我的错了。我不是那意思。不过既然是一家人，那肯定比一般的人离得距离近一点，对吧？有的时候做了什么，也不一定是要干涉你，有可能是真心为了你好。嗯，你说的也有道理。找我什么事啊？安妮姐，其实最近一直有一个男孩在追我，但我不知道我要不要答应他。什么样的男孩子？我也不是很了解，就是知道他是学音乐的，很有才也很有趣。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总有点不太像我自己了，但还挺开心的。不过他跟赵医生又不太一样，没有那么高高在上，让我一直仰视他。其实这个问题我也不是很有经验，但是听起来还不错啊，可以去尝试一下。可是，如果尝试错了怎么办呀？万一我不是真的喜欢他，那该怎么办？任何的事情你不去尝试，怎么知道对错呢？对不对？特别是爱情。像我这样的情况，我都能够勇敢的去尝试，你怕什么？好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这边约了人。OK， 拜。好，拜拜。今天加班，明天好吗？还有一些工作来不及去迪士尼，要不我们约在小区旁边的咖啡馆吃个午饭？好。妈，您之前怎么答应我的呀？是不是说好不插手啊？那您干嘛在背后动手动脚的呀？如果安迪知道了，他怎么想？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妈妈可不会害你的啊！妈，我太了解您了。您敢说您之前不是想绕开安迪，直接跟魏国强接触吗？
可是谁成想啊，没等搭上这条线呢，魏国强他出事儿了，所以您的态度才变得这么的冷淡。好在安迪他单纯，他没往这上想。如果他知道您想的是这些，哎呦，我真不如我找个强我撞死得了我。是，我现在是反对你跟安迪再来往了。他爸爸魏国强是有名的经济学家，人脉广，资历深。之前你们结亲，对你对包家都有好处，我当然赞成了。可现在不一样了，这时候要沾上这样的亲家，这不是拖累是什么？妈，那我还得谢谢您考虑的这么周到，是不是？您让我跟您说多少遍，我喜欢安迪，不是我爱他，我爱的是他这个人，什么背景啊、资产啊，通通没关系，好吗？你是包家的人吧？这事就通通跟我有关系啊，跟整个包家都有关系啊！你别怪我现实不现实的，我跟你爸爸创下现在的家业，你才能像现在这样做公司的老总，在这里跟我呛声。对，你的婚姻大事是你自己做主。我不求你找一个对公司有帮助的人，但绝不能找一个拖累公司的人。这些我不要了，行吗？妈，您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？肆无忌惮，蛮不讲理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安迪我绝对不会放弃，我爱他。要不然我找本《葵花宝典》，我让你们包家断后。为这种女人，你都着魔了。你到底想怎么着啊？事情都已经这样，你还犹豫什么呀？是不是想把我们都逼死你才甘心？爸，妈，是我的错，我害你们受累了。我本以为自己能撑起他的人生，我也知道自己在勉为其难，可是我放不下他，我真的放不下他。我在上海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。可是我为了他，我愿意在上海站稳脚跟。我想把自己变得更优秀一点。这事儿我怪他，我真的怪他。我从心里边我埋怨他，可是我更怪我自己，我怪我自己没本事，我没办法搞定他那奇葩的兄嫂，我更没办法替他遮风挡雨，替他扛起这悲剧的人生。妈，你知道他以前在学校里面多么光芒四射吗？您知道，全班男生，不对，应该是全年级的男生都喜欢他，这根本就是我仰望不了的事儿。您知道他的笑有多开心吗？多明亮。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上一回笑是什么时候。妈，是我追的他，是我苦苦追的他，他才同意跟我在一起的。我甚至觉得，要是没他那些极品的亲戚，我根本就没办法得到他。我接个电话。老刘，是我。啊？上一次的工程款。哦。好，我一回去就跟会计打电话。嗯。加完班了。公关，你还没睡觉呢？我刚敷完面膜。你们最近不是没什么任务吗？怎么又加班到这么晚？加班说不准的，他有的时候就加的多一些。我下班回来的路上看有榴莲酥，我就给你带了一袋，我放在这儿了。我先回屋了。哎，
加班到现在，商店都关门了，你在哪儿买的榴莲酥啊？我都跟你说了吧，是应勤。应勤他今天来咖啡店找我了，他说他心里有点难受，想让我开导他几句。开导也不知道怎么着，我们俩就吃了个饭。吃完饭他跟我说换季了，他没衣服，想让我陪他去商场挑几件衣服，我就陪他去了。后来跟我说他买了2张电影票，我不看就浪费了，我就陪他去看电影票。这么说，应勤跟你混了一天，那他那未婚妻呢？他扔家里不管了？不知道，没问他。王冠，你是不是怪我呀？我拒绝他了，我刚开始真的拒绝他了，但他说他现在过得特别苦，他们家全是人，他没地方去。我就想，我们俩即使不是朋友，再怎么说也是老乡嘛。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吗？你为了忘记他，你这么努力，他这么做不是把你往深渊里拽吗？他太不负责任了。他是个有未婚妻的人，他这么做想把你摆在什么位置上呀？我特别生气。关关，